今天啊，两会就算正式结束了啊。政协是昨天闭幕的，今天是人大闭幕啊。按照中国人大的会议议程啊，一般来说啊，会议开始的第一天都是政府的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呢分组讨论呐，然后代表发言呐，然后中间可能会再开一次全体大会啊。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也会开一次全体大会。这个全体大会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表决。比如说今天上午啊，先分组讨论了一下什么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前几天就讨论过了，现在要讨论两高的报告，也包括一些预算报告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开大会，然后呢一项一项表决啊。当然这些表决呢都是走形式了，也不太可能表决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啊。表决结束，今年的两会就算全部结束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秀场橡皮图章的功能也就完成了啊。今年的两会啊格外的冷，一个是会期比较短啊，我们原本打算还多做几期节目啊，后来发现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今年的两会橡皮图章的色彩呢更加明显。你看这两会的代表了吗？过去啊，然后在这个人大的台阶上还经常有一些发言，然后他们还会争辩一些时政问题啊。今年你看完全看不到了，所有的整个两会的代表也好啊，也包括政府官员也好啊，在两会期间表现的都中规中矩，非常称职的一个橡皮图章。那我就在想，在今天两会闭幕的时候啊，我来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我来回答各位一个问题啊，就中共是怎么把全国人大这个在宪法上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啊，它生生的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呢？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您是怎么选上来的？人民推上来的，人民选上来的。选票，您的得票率是多少？我的得票率，我们省里边都是这个高票，都是100%。高票怎么选？我也是，我是人民选上来的。那您得票率是多少呢？您得票率多少？能不能说一下？得票率多少？我们都是全票通过。您有没有参加过竞选？那个搞不清。您好，您的得票率是多少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多多少少啊有点不准确啊，因为啊，中共啊，其实它刚建立的时候没有人大。1949年啊，老毛带着共产党的官员从西柏坡进到北京啊，然后呢就酝酿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这中央人民政府怎么成立的呢？当时就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现在政协的前身嘛。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啊，它本身就不是选举产生的，是推举产生的。所谓推举，就是共产党看谁顺眼就让谁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8个民主党派就显得非常重要啊。民盟当时已经被国民党啊宣布为非法组织了。那个时候从香港跑到了北京之后，成为了共产党的座上宾。所以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啊，实际上是一个政党之间的政治分赃会议。也就是说，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啊，它不是由选民选举的，它是由政治协商会议不同的民主党派之间，大家开一个会在北京啊，然后来搞一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呢是毛泽东，总理呢是周恩来，其他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是战犯，咱们直接把他这个公告到这个广播上，抓起来之后要判刑的。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靠暴力手段呢夺取政权的。他是在战场上把权力从国民党那个地方给抢来的嘛，所以你想想，他跟选举之间实际上天然的他有矛盾，他怎么可能把这个政权夺过来之后搞选举呢？所以那个政治协商实际上是个政治分赃会议。由于这8个民主党派啊，在法律形式上配合共产党演出了这么一出戏，所以呢，共产党当时给了这些民主党派多多少少一些政治权利，比如说政务院的副总理啊，分了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呢。也包括国务院的那些部长、副部长啊，那时候就分了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呢，包括政协的那些所谓的团体啊，都给了这个民主党派一些名额啊，所以让这些民主党派觉得共产党其实还挺重视他们的，因为毕竟他在国民党那个地方还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嘛，所以我就说，所谓的第1届政治协商会议啊，就是政治分赃会议。但是你这么一直总是政治分赃也不是回事啊。对于共产党来说，政治分赃会议它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说你必须依赖于这8个民主党派。你想想，这8个民主党派也并不那么老实啊，也并不是都完全那么听话呀，他们有的时候要价还挺高的。所以在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
他就必须制定一套另外的选举制度、组织制度啊，让这8个民主党派的作用在政权产生的过程中间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在1954年啊，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同时呢，选举产生了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大家可以看到了吧？中国的人大代表啊，跟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颠倒过来的。按照宪法规定，中国的政府产生是应该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但是中共呢，它是先有了政府呢，然后才有一个人大机构。那你想想，人大从它诞生的第1天起啊，其实在程序上来讲，它就是个橡皮图章，因为它是需要追认政府合法性的，并不是真正要产生政府的组织机构的。这是中共的这个宪法啊，也包括全国人大啊，从程序上产生的时候就可以暴露出来它的本质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您追认也好啊，总而言之，在1954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全国人大。这全国人大选举的时候啊，选举了1700多名人大代表吧。当时选举了很多农民啊，这些农民到北京来开会的时候，连什么叫人大代表都不知道。那申纪兰后来都回忆啊，那些农民很多代表啊都是文盲，都看不懂这个议案。到了北京之后，都听说要去见毛主席，所以非常激动啊。至于开会啊什么之类的，完全不懂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大代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橡皮图章嘛。因为共产党把他们从全国各地搞到北京来，就是要表决一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选举这个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选举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然后呢，全国人大围绕着全国人大，也包括各级人大啊，它产生了3部法律。这3部法律，你大致可以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把全国人大代表，也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啊，变成实实在在的橡皮图章的。这3部法律分别是选举法、立法法和组织法，就全国人大组织法啊。那么我们分别来讲一下啊。那么所谓的选举法啊，实际上它是规定的全国人大也包括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在这个程序里头，我们就看到2点秘密。首先第一点，中国的人大代表的产生啊，它是一个间接选举，也就是说，县区这一级也包括乡这一级啊，是直接选举的。比如说乡里头选人大代表啊，县里头没有设区的县一级的机构啊，选举人大代表啊，都是直接选举。那么这个直接选举完了之后呢，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举市一级人大代表，市一级人大代表要选举省一级人大代表，省一级人大代表再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共是4级，有的地方是5级啊。那么这个层层的间接选举啊，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把最基层的民意啊，跟最高的那个选举机构啊，它中间完全隔离开了啊。这里头我们先从县区这一级来分析啊。县区这一级的选举啊，按道理来讲它是直接选举嘛，它为什么不能体现民意呢？理论上来讲也可以啊。它这里头就通过选举法里头规定了，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候选人的控制。因为你老百姓啊，你只要看选票上的名字，如果你不进入到候选人，你几乎没有可能当选。你除非那另选他人那有一栏啊，但你另选他人那一栏里头，你如果这个人不是知名度特别高，那你不太可能当选，因为都不知道你是候选人嘛。而且中国又不让搞所谓的竞选活动，所以说控制了候选人就等于控制了人大代表的选举。那么候选人由谁来产生呢？基层的人大代表啊，大致有这么几个途径啊，一个是人民团体和这个政党。那人民团体和政党大家都明白了，那肯定就是政府控制的。那中共嘛，他推举的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对不对？但他选举法里头形式上他也规定了，10名选民联名，你就可以推举一个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在本世纪初啊，就2000年左右，包括上个世纪末啊，中国民主化运动浪潮比较风起云涌的时代，的确有些地方的这个人大代表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通过10名代表联名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的方式啊，当选过一些这个中共啊候选人之外的候选人，比如说湖北的姚立法，对吧？比如说北京的许知远，他们当时啊在北京海淀区搞的这些选举啊。但是啊，这个选举呢，很快在06年之后，基本就被共产党给扼杀了。扼杀的方式也很简单，就通过各种方式刁难你，
不让你成为这个正式的候选人。比如说你10个人联名想要搞候选人，很多地方就加了一个程序，说啊这个地方啊，你虽然提的候选人很多啊，但是我们候选人印的选票呢范围有限，说加一个预审程序。这个预审程序啊，就说我们这选票，比如说有10名代表候选人吧，但是我们只能印3个人，因为只会选举2个人出来。那么这一个酝酿，基本上就把你10个人提名的这个候选人给你干掉了。所以这唯一的一个选民的民意直接通往选举的过程中间，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给咔嚓掉了。那你想想，你进入不了候选人，你就无法顺利当选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最荒谬的，这个间接选举啊，中国的间接选举是这样啊，你县区的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市一级人大代表了，但是他选举啊，这个候选人同样也是由主席团来控制的。然后呢，你10名人大代表啊，也可以联名搞一个候选人出来啊。当年许知远他们当时在北京海淀区不是想搞市一人大代表的选举吗？差点搞成，结果后来之后，所以不让他们进入人大代表这个一个范围了。但这里头最荒谬的一点是什么呢？最荒谬的一点就是这个主席团提出来的市一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呐，他可以不是县一级人大代表的这个委员，他可以随便找一个人。不但可以随便找一个人，甚至这个人呢还不需要经过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说你想不想当人大代表不重要，这个主席团推选你当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你就成了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了啊！所以这是最荒唐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当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这个00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广东省选了一个农民工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农民工当选的时候啊，他还在车间里头工作呢，还是个女工啊。媒体就跑过去采访他，哎，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那女工一脸懵啊，她根本不知道她自己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从来没想当全国人大代表啊。结果呢，她就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列入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于是呢，选举产生，她当选了。这是最荒谬的地方，因为这个人，你想想参政议政，你本身得有这个意愿嘛，你连这个意愿都没有，你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动力去监督政府呢？你有什么样的动力去行使自己的职责呢？你就那样的一个农民工，你把他弄到全国人大去当这个代表的话，他肯定不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吗？这是第一点啊。就选举法通过这样的法律规定，使得这个其实真正普通老百姓的民意是没有办法传递到这个选举过程中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啊，全都是，也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啊，全都是非常任的，都是兼任的。全国人大大家都知道，每年两会开幕的时候啊，在北京开7天到14天，对吧？除此之外，这些人呢都有正式工作。这正式工作有可能是政府的官员，也有可能是解放军的官员，也有可能是大学的老师，也有可能是企业家。总而言之，你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工作啊，仅仅是你每年两会开会的时候啊一个身份而已，它不是一个职业。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作为一个立法机构，作为一个最高权力机构，你想想，全国人大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吗？每年有不到3000名代表到这里开会啊。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是兼职，用日语说那叫阿鲁巴伊斗，就是打零工的，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些人他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兼职的，那这不是非常可笑吗？因为你要想行使自己的权利，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调研，来进行工作，甚至还要做很多的事先的工作。你比如说，你要提一个法律的议案，你得事先要做很多调研呢，甚至跟其他的代表合纵连横啊，怎么提出一个议案呢？但是在中国，人大代表他就不是常任的。由于不是常任的，所有人大代表他本身在北京开会期间，或者说在各地开会期间，他就只能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你想啊，由于他不是常任的嘛，所以开会的过程中间，他甚至呢预算报告他都看不懂。这我说这话不是就瞧不起这些人大代表啊，他真的看不懂预算报告。预算报告说实在的，一次呢预算报告这么厚一本，要想看懂预算报告，看懂预算报告过程中间的问题，是需要专业知识的，
是需要专业培训的。你想想，如果你不是一个常任的人大代表，你怎么可能做这个工作呢？所以中共就是通过选举法把我们的人大代表搞成了一个兼任制，通过间接选举把这个民意跟最高的权力机构之间的给它隔离开。首先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就让你变成一个橡皮图章，这是第一个部分。全国的人大代表只有通过报纸才能知道张三或者李四，但是张三或者李四咱们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吗？不知道，从来没有跟他们接触过吗？没有，他们也没有到基层来找过你们？没有，没联系过，也不知道怎么联系。选举投票这些年好像真没有。从来是没有过吗？上学的时候有过，但是那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第二部分就是立法法。我们刚才讲了，全国人大宪法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这最高权力机构啊，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选举国家元首，对吧？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呀、副主席呀，还有国务院的总理呀，你都要选举产生，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立法。你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包括各个方面的法律，你都是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审议、表决完之后实施的，厉害吧？权力大吧？但是我跟各位讲啊，这里面那个立法啊，它其实跟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自己啊是没有什么能力啊参与到立法过程中间的。从程序来讲，就把它屏蔽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法》，立法法里规定啊，像全国人大啊提出立法的这个议案的都有谁呢？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也包括检察院、法院，还包括国务院中间的那些部委，都有权向全国人大提交自己的法律草案。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自己啊没什么权利，没有什么权利做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国家真实的立法过程中间啊，大多数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工作委员会来制定的。那么法律工作委员会啊，它在制定的过程中间，它会召集一帮专家，召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来起草这部法律。比如说我们要搞义务教育法了，他找一些法律专家，找一些这个未成年保护的专家，找一些这个教育部门的人，一起来起草这部法律。但这个起草法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唯独跟人大代表之间没什么关系。等这个草案搞完了之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审议，审议完了之后说列入议程，然后就放到全国人大的议事议程中间进行表决了。这是我们正常的中国的立法过程。但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立法过程中间，全国人大的代表只有资格在最后表决的时候投一次票，在整个立法的过程中间，他们是完全没有参与的，也没有机会参与。所以你说全国人大的代表在立法过程中间，他是个什么角色呢？他就是个橡皮图章，他只是在最后表决的时候摁一下表决器，他其实对立法的过程中间出台什么条款那么这个条款过程中间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对，他是完全没有资格的。你就比如说这个一部法律的这个表决过程，他都没有反对程序。法律在出台的过程中间，这全国人大代表说我反对，这中间应该做修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表决程序，没有反对程序。没有反对程序，你全国人大代表就想反对这个议案的话，就想反对这个法案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在大会期间表达反对的机会，所以他是橡皮图章吗？说你就只有摁表决器这一次机会，其他都没有了。然后你按表决器的时候，你摁的赞成票、反对票，人还记录在案了。你要是摁反对票，下次不让你来了，再严重的把你抓起来了，寻衅滋事了。这就是从程序上来讲，立法程序上来讲，把全国人大的代表屏蔽出去了。那也有人说了，那现在全国人大代表人家也有权利这个提交议案嘛？没错啊，你就比如说本届全国人大会议一共收到了292条，就是人大代表的议案。这人大代表的议案呢，按照全国人大的组织法，他们提完之后，由大会的秘书处收集，收集完之后呢，这全国人大的秘书处就会开始分类。这292
件这个议案中间有12个涉及到宪法，有51个涉及到民族问题，还有10几个涉及到什么经济方面问题。反正292条啊，他们都归纳整理了。首先是这292条议案，因为都是跟立法有关的，都是一些人大代表啊想要表达的。因为这292条里头规定，他统计了，说有26条是代表团提出来的，然后呢有其他的200多条呢是由30名代表联名提出来的。好了，提出来交给秘书处，秘书处怎么处理呢？然后秘书处就提交了一个建议，说啊，这292条议案呢，我们要交给各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所谓专门委员会，比如说民族委员会啊，比如说法律委员会啊，比如说教育委员会啊，比如说经济委员会啊，交给他们审议。交给他们审议之后呢，他们会提出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将由这个14届人大的3次会议给大会提交一个反馈的结果，拉倒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们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这个议案呢，我们交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委员会去审议了。审议完之后，到时候告诉你一个结果，下次开会，明年来的时候告诉你们一个结果，就拉倒了。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它其实能不能进入到议程，它没有当然程序。那么这些秘书处啊，全国人大的秘书处权力是非常之大的，秘书处他会把这样的一个议案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主席团。这个主席团决定什么样的议案可以列入会议议程，是真正的全国人大的中枢机关，是控制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很多人开人大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主席团啊。这个主席团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主席团是在每次开全国人大的时候开一次预备会议来产生的主席团。这个主席团呢，一般来说100多个人，他决定什么议程进入到人大的表决程序和议事程序。那你不进入到表决程序，不进入到议事程序，那你根本就没戏。大家开会的过程中连表决的机会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主席团，它是由上届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来组织召开的，来选举产生的。那么一般来说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个部门重要的领导，然后呢再加上各界的一些代表啊，一般来说100多个人。每一次在开全国人大的时候，正式会议之前，这个主席团要先开会，决定明天这个会议的议程，列入哪些表决项，就是这个主席团来产生的。所以你看到了吗？即便是这2000多名人大代表啊，是共产党层层选拔、反复考察弄到北京的，共产党对他们也不信任呐，对他们也是这个防范的非常严呐。真正控制着整个全国人大这样的一个会议议程的是这个主席团，而这个主席团是由上一届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来控制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把你普通的代表跟这个会议议程之间的这个流程啊，完全割裂开了。也就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是没有权利决定任何会议议程的。这个会议议程全部都是由主席团来决定的。就算你全国人大的代表，你搞了一些所谓的议案，由这个秘书处收集完之后，提交给这个主席团，主席团也说下次会议给你们一个反馈意见，就拉倒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不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吗？当然了，在议案之外啊，他们也可以提一些建议，提一些意见，那这个就多了啊。你比如说像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啊，除了议案以外，那么全国人大代表呢又提交了大概7000条还是9000条的建议和意见啊。那这些啊各级部门呢非常重视啊，他们就会把比如说外交部的，他们就转到外交部，教育部的转到教育部，发改委的转到发改委。那发改委的人就会非常正式的给全国人大代表啊写一个回复函。这个回复函呢，挑一些比较好听的，还会发表到自己的网站上，比如外交部的网站，你去查，专门有一个回复人大代表的建议函。比如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呢，说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搞得好一些呀，是吧？那个外交部就说了，对，我们正想要搞“一带一路”呢，这“一带一路”就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路线呢，所以感谢你们提出来这个建议。搞了一个这个建议函，然后就回复，就在外交部的网站。
有人说，哎，我们要把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执照加入一个国际公约啊。然后，哎，我们的外交部说，哎，这个工作我们也正在研究，哎，给你回复了，就拉倒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正是通过这3部法律啊，一个是选举法，一个是立法法，一个是全国人大的组织法，共产党把我们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啊，就通通变成了橡皮图章。任何一个人大代表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每年两会的时候啊，这些代表都去到那儿发表那些奇葩的那些议案呐、建议啊。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没有办法在这个程序过程中间真正发挥一个立法委员的作用嘛。于是呢，就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提案议案，然后让媒体来报道，仅此而已嘛。因为做花瓶啊，总是要以花瓶也要想让人关注一下嘛，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就知道了，中共是怎么把人大代表这样一个宪法上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啊，变成这个橡皮图章的过程。好，我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